今天这个内容，如果摩羯你是真的准备好要让自己未来5年的生活不出错，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，你就来听。我会讲24年从现在开始到28年重要的一个年份时段，它能够帮助摩羯提前做规划，避免走弯路，错过时机。但是如果你是只想听好话，听摩羯的运有多好多好的摩羯呢，那就别听了，因为摩羯想要成功的话，需要注意和改变的点还是比较多的。另外呢，这期内容以上升星座为主，太阳星座为辅。先来说所有摩羯关心的事业成功、功成名就的时间，未来5年之内呢，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是28年的夏天到29年，这个时间是顶显著的。摩羯会在事业上非常忙，或者会有下一个社会身份阶段、事业阶段的新的开始，站到你梦想已久的权利或者是身份的高位，按照你的节奏去走向你的成功。摩羯会享受到权力带给你的快乐，以及别人对你的一种尊崇。那既然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说没有准备好的摩羯别听呢？因为你见过哪个手握大权的人，他过得很轻松，或者是按照他的心意的吗？没有。无论他握完大权之后怎么放纵自己，在握有大权之前，他一路是没法放纵的，而且他到了什么时间点就得要完成这个阶段的任务。因此的摩羯需要做好克服人性所有恶性的准备，这样才能够登上你们梦寐以求的高峰。大吉星木星呢，在那一年是在你们的星盘的10宫，10宫是一个星盘顶高的位置，所以呢，这个运从结果开始相当的好。但是呢，可能过程当中已经刷下去一批摩羯了，这批摩羯呢就比较麻烦，他可能会面临崩的盘，或者是一些现实目标的拖延。我不是咒摩羯不好才这样说的啊，我希望每一个摩羯发展都是好的，我希望你们不要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才会给你们出这一期的内容，希望你们能够提前5年就好好的想一想，根据这期内容做一个更优的规划，去改变一些观念，去更新一些观念。那为了实现28年夏天到29年的成功与辉煌，摩羯近几年呢有2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是具体可以去做一些调整、做变换的。一个就是现在开始到明年的5月，还有一个时间是25年的9月、10月左右到26年2月份年初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这2个时段呢，摩羯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啦，或者是财务啊、感情啊、生活啊，有哪些地方让自己不是很满意的、不舒服的，或者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有机会去变换、改变自己的这个境遇。尤其是后面这个时间，摩羯有贵人运，你可以找人帮你，给你指引，有一些关系呢也可以运作，给你带来好运，可能是职场当中的好运，也可能是感情啊，每个摩羯追求的不一样。那如果是感情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个人让你感觉很幸福，或者是让摩羯遇见幸福。所以呢，这2个时间很多的事情不确定，跟之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你的预期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摩羯这个时候会有新的模式和方法需要去探索，也可能有这种转型啊，跨向新的领域、岗位或者是业务的一个可能。这些不确定会给你们很多可以新运作的点，比如说出现的人、工作，或者是你看的房子啊、家庭啊，不是摩羯原来设想的模样，但是只要摩羯愿意敞开去接纳，哪怕是带给你冲击的这种新的人事物以及资讯信息的一个选择，你尽快的去接触、去记住、去消化，你去改变你自己，你就能够按点完成你的任务。不管这个东西它符不符合你的预期，是不是按照你所想的方式，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，你都先把这个东西先接收过来，对你百利无害。当你把足够多的知识信息和人选握在手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余地的去做选择，或者说你可以预防一些风寒。那摩羯现在的不顺呢，其实就是卡在信息差或者是认知差上，你们的一些观点跟时代或者是行业的走向是有违背的地方的，或者接触的人和项目不够丰富，社交圈或者是你的技能圈、你的认知圈太过于狭窄，所以呢，你能做的、能想到的东西是有限的。那接下来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工匠精神了，所以呢，摩羯现在不需要去坚守或者是固守自己的一些背书，你需要转型或者是学新的东西，打造一个新的身份。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守着我所拥有的东西，守着我原本的人、原本的关系就好了，或者你觉得我自己在某方面是有优势的，你就不听其他，或者说你不看其他人，不愿意去看看他们的一些做法，一些比较新鲜的、一些比较新奇的，或者你不愿意换赛道，你觉得在那个地方你还得从头来，你变成小白了，你好像显得比较 low。如果你现在是有类似的想法、做法的摩羯，赶紧放下。如果我刚刚说的这2个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，摩羯不心甘情愿的去接纳转型和新事物、新的观点、新的条件，你就很容易受到现实的冲击。在什么时间点会容易受到冲击呢？就是明年的3、4月，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真相了啊。然后到明年的9月份这个时段，以及还有一个时间就是26年、27年这2年。所以呢，摩羯这未来5年要克服很多人性的弱点，要去扭转很多的脑筋。所以呢，我提醒的一个转折点，你整个改变的速度够快，让自己迅速的适应变化和新的情况的话，那么后面2个时间摩羯你也不会有一种被现实击溃，或者是感觉什么崩塌。好的摩羯在那个时候会按照计划走在一条新的路上，或者是弄一个新的房子、新的公司，有一个新的家，忙新的家人，你有一个新的业务，尽管和你的预期是有差异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个差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没有耽误自己的时间进度。比如说关键是你这个时间点你想要结婚，你想要买个房，那这个时候重要的就不是你要跟谁结，或者是买哪个小区的房，所以不要放错核心关键。那你前面这2个冲击期不
延误的话，该怎么样去平安度过你就度过了，后面就会迎来28年、29年那个高峰了。但是如果没有把握好，可能这批摩羯在冲击期就会很低落，觉得怎么事情进度那么慢或者是不顺啊，你这个时候要去挑选就不是很容易，总是要等，没有办法都弄好，很多发展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大，有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感觉。不像那2个重要的转折点的时间，摩羯你有自己主动的去调整的这个机会，你可以去成长，去做一些比较自由随性的一些选择和探索，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。总结来讲呢，就是摩羯不要等到后面再转型和挑选，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等，有一个想法就去做，能换就换，有一个人你就去接触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。你想要多样化的去展开一些新的项目啊，跟不同的人去约会啊，都是可以的，也都是非常好的。等到后面可能因为时机啊、环境啊，摩羯再做一些变动，它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。或者你要动的话，你要做很多的考量，要等待很多的条件。所以把握2个转折点，它会把你们推向28年的夏天到29年的那个成功。就像奥林匹克比赛，你那个时候站在领奖台上去回忆这一路有多么的不容易，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拿到奖了。看到这个内容的射手多幸运啊！来说射手座从24年现在到28年底哪一年至关重要？1年决定5年，赌赢就赢，赌输就输。这5年射手就赌那么一场，这个赌局在25年5、6月份到26年5、6月份，记住这一年它决定了一切。它既揭露了在这一年到来之前，射手你们到底在干嘛，你们的担忧是什么，也预示了从这一年开始之后的后面连续几年射手会走什么运。有的真的会一夕走红暴富，有的也真的一夕背债。射手的未来5年没有中间值，因为我刚提到了一个赌字，对不对？赌呢就代表要么发大运，要么呢就跌坑里。那我今天都会跟你们捋清楚啊，你们自己去提前规避以及提前准备。这一期内容以上升星座为主，太阳星座为辅，意思是如果你是上升射手，那么你明后年风险值更高，但是呢走大运的幸运率也更高。如果你是太阳射手，那么跌坑的一个风险呢会低一些。先来看25年年中，我刚说的这个时间到26年年中射手会发生什么？土天联动了2、3象限，木星在8宫，那射手的生活会发生混乱，因为它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。那改变为何会混乱呢？因为这一切发生的没有任何规律，可能它就是来自于你的一次冒险，你的冲动，你的意志和你的热情，它不是靠累积的，或者甚至是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然后突然间射手就有一个东西发生了大的一个变革，主要体现在一个房屋、家庭、家族有大的变动，比如说家族添丁、人口的变化、身份户口的变化、搬家、房屋的买卖等等。还有一种是某种自立，比如说自立去创业、自立去做项目、自立去上学，或者在事业当中经历那种从小孩到成年，从小白到熟手，自己完全的成熟，单独承担一切的过程。以及3财务大变革，尤其是合作合伙、婚姻，或者是你签署了某种契约关系带来的财务有大的变化，所以这个时候签什么也很重要。比如说你结对婚的话，射手后面连着几年发财，所有射手这一年某一个决策就决定了后面几年整体的运气。那这个变得好的话啊，那真的是巨变，它不是一点半点，它是你从未想过的好。射手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做这个，你会过上这样的人生，结果你发现你就像中大奖一样，结局居然发展的那么棒。那相对应的啊，如果你选了差的话，这个差能有多差我就不举例了，射手自己去想象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去经历，所以我不举例。那我出这个内容呢，是为了要告诉你们那个时候很关键，你现在的恐惧没有必要，关键是等到那个时候你别瞎选，别瞎赌，瞎赌了我刚刚提到的像房子啊、家啊、财务啊方面，射手就自己去想啊，反正是3、5年很难缓过来，更别提翻身了。你说这一年关不关键？所以我说看到这个内容的射手多幸运，你提前知晓，你比其他的射手财坑风险就低很多。但是啊，不论好坏，我先说啊，刚说的关键这一年射手不轻松，变好你的心理负担也大，变差就不用说了，肯定大。因为射手突然发现你不能够再过着以前一样的生活了，就觉得各个方面都变得不再安逸，不再平静，没有办法安兵不动。比如说家里面就不能再太平，总是很热闹等等。虽然射手从今年年中到明年啊，你们会有感觉，或者会努力的去准备去调试自己，但是当这个运来的时候，跟你们自己想的还是不一样的。你还是觉得说，哎，我怎么毫无准备的就被推上去了？能不能给我更多的一些时间？因此，射手今年要干嘛呢？今年要做什么规划呢？射手要能做多做。我知道你们有恐惧、有担忧、有焦虑、有压力，那么带着这一切去做。比如说你是做业绩的，那就能够多接单就多接，能够多累积客户就多累积。学生的话就是能多读书就多读。这样的话，你明年虽然遇到的一些事情，你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我没有准备好，或者我没有做过，但是你今年所做的这些努力会成为你明年自信的一个底气，让你明年以及后面的4年不那么恐惧。明后年关键的这一年呢，会有很多需要射手临阵上场，考验你们临场发挥，或者是这种及时的判断力，判断这个人啊，判断这个项目，判断这个事情靠不靠谱，我投不投，或者说我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做，你需要当机立断。那你今年所做的这些呢，就会成为你的一种资本和信心。就像人家明年问你说，哎，你会不会演戏啊？
你说我不会，但是我过去的1年都在舞台走秀，有走秀的一个经历，走秀也是一种上台表演的形式，人家可能就把这个演戏的机会给了你，你一下子职业生涯就跨越了，去拓展了，收入也水涨船。所以你今年要多干活，而且呢，土海都是在射手4宫，你要边问边做，射手不要埋头干，你自己一个人夜里苦思冥想，你会崩溃的。你这时有贵人，未来的5年射手都走大贵人运，所以呢，你要去找对的人去问、去学，或者去合作、去拉关系，或者呢，射手你要去研究人，你要更会看人，这会事半功倍。千万不要闷头苦干，自我感动贵人运来了要赶紧去接，好不好？你要跟别人搞好关系，搞不好关系的话，这个运也是很难好的。不要觉得自己全天下自己聪明，只能自己努力刚说了，有批射手在25年年中到26年可能会选错，也是因为某种程度没有借助外力去帮自己去出谋划策，自己扛自己定，结果弄出问题来了。所以现在起呢，学着客观冷静的识人辨人，多学一些技巧。未来5年呢，在刚刚我说的关键年份，尤其要避免对任何人事物关系上头，就是不理智。不论你是特别讨厌对方，还是特别渴望对方，都属于一种上头的表现，那个时候一定要避免。而在关键年份之后的3年，它成的是射手关键年份的东风，所以好的话会连级的往上跳跃，就不停的变化，不停的有新的起点，跨界转型多重身份多个收入来源等等。那如果不好的话，后面3、4年就是在填窟窿了。所以